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，他一个人的大脑改变了整个人类对宇宙的看法。他提出了相对论，解释了时间、空间、引力、光。他拿到了诺贝尔奖，被评为1000年来最伟大的科学家。但你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吗？他说话很晚，3岁了还不怎么会说话，父母以为他智力有问题。他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，老师觉得他笨。他考大学第1年没考上。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在专利局当了一个小职员，每天给人鉴定专利申请。他是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1879年3月14日，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的一个犹太家庭。他出生的时候后脑勺特别大，形状很奇怪，他妈差点以为他是个畸形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形状慢慢正常了，但头还是比别人大。爱因斯坦说话特别晚，2岁多了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，3岁了还说不太利索。家里的女佣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笨瓜。他父母也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智力有问题。他后来回忆说，他小时候想事情的时候，会把一句话在脑子里默默地重复好几遍，等觉得自己说对了才肯说出来。他不是不会说，他是不敢说。5岁的时候，他得了一场病，躺在床上好几天。他爸爸给了他一个指南针。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。他问父亲，指南针为什么永远指向北？父亲说，因为地球有磁场。他不懂什么是磁场，但他知道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，让那根针永远朝一个方向。那根针没有骗他，那个小指南针是他对物理学的第一印象。8岁那年，爱因斯坦上了小学。他成绩不错，但不喜欢死记硬背。老师让他背课文，他背不出来。他喜欢自己看书，看数学书，看几何书。他自己学会了勾股定理，还自己想出了一种证明方法。后来他们家搬到了慕尼黑，爱因斯坦上了中学。那是一所很严格的学校，老师很凶，学生必须服从。爱因斯坦受不了这种教育方式，他跟老师顶嘴，老师说他不守规矩，这辈子不会有出息。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，那个老师让他对权威这种东西产生了终身的反感。他有个叔叔叫雅各布，是个工程师。叔叔教他代数，对他说，代数就像一个快乐狩猎的游戏，你不知道猎物在哪里，但你可以顺着线索追。爱因斯坦觉得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，他爱上了数学，开始自己找书看。他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，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。16岁的时候，他已经自学完了微积分。1895年，16岁的爱因斯坦去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，他考了，没考上。他的数学和物理考得特别好，但植物学、动物学、语言这些科目考得太差。学校的校长很欣赏他，说，你到瑞士来读1年中学，把语言补一补，明年再来考。爱因斯坦听了，第2年考上了。进了大学以后，爱因斯坦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他跟教授们关系不好，他喜欢自己看书，不喜欢去上课。教授们在讲台上讲经典物理，他自己躲在图书馆里读麦克斯韦，读波尔兹曼。有一个教授叫韦伯，教物理，跟爱因斯坦吵过好几次架。韦伯说爱因斯坦是个聪明的懒鬼，后来毕不了业，就是因为韦伯不给他写推荐信。1900年，爱因斯坦毕业了，他成绩还可以，但不算拔尖儿。他想留校当助教，没人要他。他给其他大学的教授写信，想找个研究职位，也没人理他。他靠打零工过日子，给人代课，帮人补习。他父亲那时候已经生病了，写信求人帮他找个工作。2年后，他同学格罗斯曼帮了他一把。格罗斯曼的父亲认识瑞士专利局的局长，爱因斯坦去申请了，被录取了。
职位是3级技术专家，年薪3500法郎。他的工作是看别人的专利申请，判断这些发明是不是真的有新意，是不是真的能工作。那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，那是一个小职员。但他后来自己说，那几年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。专利局的工作不重，他上午几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，剩下大把的时间可以想自己的问题。他把申请专利的图纸往抽屉里一塞，抽屉一关，就开始琢磨时间、空间、光、以太，没有人打扰他。那个时期，他写出了5篇改变世界的论文。1905年3月，他写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。他用量子理论解释了光是怎么把电磁打出来的。这篇论文后来帮他拿到了诺贝尔奖。1905年4月，他写了一篇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，他证明了分子的存在。1905年5月，他写了另一篇关于分子大小的论文，是他的博士论文。1905年6月，他写了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，题目叫《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》。他在那篇论文里说，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。你坐在一辆飞驰的火车上，你看手表，手表走的速度跟你坐在家里是一样的。但如果你坐在一列接近光速的火车上，你看全世界的手表，它们都变慢了，这就是时间膨胀。同样，一把尺子如果以接近光速运动，它的长度也会变短。1905年9月，他又写了一篇论文，给出了那个公式，E 等于 mc 的平方，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。一个公式20多个字母，解释了太阳为什么会发光，解释了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。1905年这一年后来被称为物理学的奇迹年。那一年，爱因斯坦26岁，是一个小职员。他的论文发表之后，物理学家们开始注意到他了。有人不明白，跑去问他，爱因斯坦，你给我讲讲。他就给人讲。他的讲座人越来越多，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。1909年，他终于拿到了大学的教职，30岁成了副教授。过了几年，他回到了德国，在柏林当上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。他不用上课，只管做研究，还有双倍工资。这是他父亲生前做梦都想让他过的日子。他父亲已经看不到了。1911年，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。狭义相对论说的是匀速运动，广义相对论说的是加速运动，说引力其实就是时空弯曲。他说地球绕着太阳转，不是因为太阳对地球有一种引力，而是太阳把周围的时空压弯了，地球是沿着弯曲的时空在走。就像你把一个保龄球放在一张蹦床上，蹦床被压下去一块，你再放一个弹珠上去，弹珠就会沿着那个凹陷转。这个理论太不可思议了。有人问爱因斯坦，你怎么证明？他说，光经过太阳的时候会被太阳的引力弯曲，你只有在日食的时候才能看到。1919年，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组织了2支观测队去非洲和南美，他们拍到了日食时的照片，发现星光确实偏了。爱丁顿宣布结果的那天，全世界的报纸都发了头条。一夜之间，爱因斯坦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。他拿到了诺贝尔奖，但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敢给他的相对论，他们觉得那个理论还没有被证实。他们给了他1905年写的关于光电效应的那篇论文。爱因斯坦后来去美国、去日本、去巴勒斯坦，到处演讲，到处都是欢迎他的人。日本天皇接见他，纽约第5大道上有人撒纸袋，连路边的叫花子都知道他。但他自己说，他其实不喜欢出名。他说他宁愿一个人待着，想想他的场方程。他的场方程写出来不长，但里面藏着整个宇宙。宇宙在膨胀，宇宙在收缩，宇宙有自己的历史。1933年，希特勒上台了。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他在美国讲学，有人告诉他，你别回来了。他听了，他留在了美国，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。纳粹把他的房子没收了，烧了他的书，
悬赏他的人头。爱因斯坦说了一句，如果纳粹真的杀了他，就找一个长得像他的人替他去演讲就行了。他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待了20多年，他穿一件旧毛衣，不穿袜子，头发乱蓬蓬的。他不喜欢开会，不喜欢接电话，不喜欢别人打扰他。他每天从家里走到办公室，再从办公室走回家。路上的人认识他，跟他打招呼，他笑笑，点个头，继续走。有人问他，你怎么不穿袜子？他反问，穿袜子干嘛？鞋子里头又没人看见。他在普林斯顿住了20多年，办公室跟家里差不多，书架上全是书，桌上全是纸。他还在想他的问题，他在想怎么把电磁力和引力统一起来。他想了几十年，没想出来。1955年4月13日，爱因斯坦肚子疼，动脉瘤破裂了，医生跟他说要马上手术。他说不用了，他不想把自己最后的时光花在手术台上。他说我想走的时候就走，我想走得优雅一点。4月18日凌晨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医院去世，76岁。他床边放着他最新的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公式。他算到了最后一刻。爱因斯坦死后，他的遗体被火化了，但有人把他的大脑取了出来，泡在福尔马林里。那个病理医生叫托马斯·哈维，他不打招呼就把爱因斯坦的大脑拿走了。他想研究天才的大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哈维把脑子切成200多片，寄给世界各地的科学家。有一些人回信说，我们看出了一点不一样，爱因斯坦的大脑顶叶比普通人宽，那部分管的是抽象思维和空间想象。还有人说，他的大脑里没有那条叫顶枕沟的缝，所以他的脑细胞挨得比别人近。但这些话都没有定论。天才的大脑看不出天才，天才是从大脑里长出来的，但你从外面看不见。哈维后来把剩下的脑片还给了普林斯顿医院，他死的时候90多岁。有人问他说，你当初拿走爱因斯坦的脑子后悔吗？他说不后悔，那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。爱因斯坦这辈子做了很多事，他写了300多篇论文，他拿了诺贝尔奖，他让全世界记住了 E 等于 mc 的平方。他还做了一些后来他不愿意看到的事。1939年，有人告诉他，德国人在研究原子弹。他和希拉德写了一封信，寄给罗斯福总统，建议美国也搞。那封信后来被认为是原子弹计划的起点，但爱因斯坦自己说，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写了那封信。他说，如果他知道德国人造不出来，他一个字都不会写。战后有人问他，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？他说，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，但我知道第4次世界大战会用石头和棍子。他不是一个只关心公事的人，他关心人。他在普林斯顿的时候，有一个邻居小姑娘放学回家，路过他的办公室，他就给她讲数学题。给他开车的司机，他教人家看相对论的书，司机后来也能讲相对论了。有一次爱因斯坦病了，司机替他做了一场演讲，把全场都糊弄过去了。有一年，他在一辆电车上跟旁边的人聊天，那人问他是谁，他说他是爱因斯坦。那人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你别骗我了，我隔壁邻居是物理学家，他说爱因斯坦是个秃子。那人旁边站着的就是那个秃子。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，信中有一句话后来被写成了一句诗，很多地方把它做成墙上的字。那句话说，不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成功是你得到了什么，价值是你给出了什么。他拿诺贝尔奖，全世界追着他要签名，他都不看。但他给他女儿的信里写过一个故事。很小的时候，他妹妹做了一盏纸灯笼，挂在圣诞树上，他就这么看着他，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看的东西。爱因斯坦还喜欢拉小提琴，他拉得不好，但他喜欢。他朋友说，他拉小提琴的时候，那个调子在天上飞，不知道落在哪里。
他就喜欢这种不知道落在哪里的感觉，就像他的科学一样，他不要确定的、稳当的、人人都知道的东西，他要那块石头旁边的光，那个月亮后面的东西。爱因斯坦这辈子说过很多话，有些话他是瞎说的，有些话他是认真的，有一句话他真的是认真的。他说，这个世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，就是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。这个世界没有道理，但爱因斯坦想给他讲道理，他讲了几十年，讲出来一个相对论。他没有把世界讲完，世界太大了，他讲不完，但他开了个头。他刚死的时候，有一个叫阿瑟·米勒的剧作家在他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话。他在纽约大街上走，看到一个人指着天上说，他死了，那颗星星还在，星星还在，公式还在， E 还在， M 还在， C 还在。 C 是光速，永恒不变。他在26岁的时候，在一个专利局的小房间里，用一支笔和几张纸写下了那个公式。那个公式比他活得久，比他写的信久，比他拿的奖牌久，比他被人拿走的那颗大脑久。他不在了，但我们每次看到光，都在用它，不是用笔，不是用纸，是用光，穿过时间的缝，照在那个只有他坐过的椅子上。晚安，愿你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间，愿你在没有人看见你的地方想你自己想的事，愿你在所有人都说不可能的时候说一句也许可以试试。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，有个朋友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去当工程师？你数学那么好，当工程师能挣很多钱。爱因斯坦说，我不想挣钱，我就想知道上帝是怎么设计这个世界的。他想知道的是规律，是公式，是那个藏在一切现象背后的东西。他这辈子没有白活，他找到了几个，他找到的那些公式刻在石头上，印在书上，写在黑板上。他死了，公式没有死。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那把椅子空了，但黑板上的公式还在，那是他替人类写下来的关于这个宇宙的几行字，不多，但够用了。爱因斯坦有一次在黑板前站了很久，写了一个公式，看了一会儿，擦掉，又写了一个，又擦掉。他的助手在旁边等着，他擦了写，写了擦，最后把粉笔放下，说对。他走的时候，黑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但没关系，他脑子里有。有人说，天才和普通人的区别，不是天才知道的多，而是天才想知道。普通人看到了苹果掉下来，说苹果熟了；牛顿看到了，说万有引力；普通人看到了指南针，说好玩；爱因斯坦看到了，说有磁场；普通人看到了时间，说天黑了；爱因斯坦看到了，说是相对的。他看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他看到的不只是东西，还有东西背后的东西。他看到的不只是现在，还有从前和以后。他坐在专利局那把破椅子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他脑子里跑着光，那束光跑了100多年了，还在跑。爱因斯坦有一个习惯，他走路的时候不看路，他在普林斯顿的小路上走，经常撞到树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看路，他说他在想事情，他不关心脚下有什么，他关心天上有什么。他用一辈子看天上，看到了星星怎么走，看到了光怎么弯，看到了时间怎么慢下来。他没有望远镜，他用的是脑子。他的脑子比望远镜好使，望远镜能看到几亿光年外的星星，但看不到星星是怎么运动的。爱因斯坦坐在办公室里，用一支笔和一张纸算出了星星的轨道。他算出来的东西后来被望远镜证实了，一个都没错。爱因斯坦去世的那天晚上，普林斯顿的医院很安静，走廊里没有人，他的房间灯还亮着。护士进去看了一眼，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床边的笔记本翻开着，最后一页写了半行公式，他写了一半，没写完，他大概觉得还有时间。
爱因斯坦的遗嘱很简单，不要搞葬礼，不要搞纪念活动，不要搞墓地，骨灰撒掉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撒在哪里。他不想被人找到。他活着的时候被人追了一辈子，死了以后想清静，但人们还是找到他了。他的大脑被偷走了，他的公式被刻在墙上，他的名字被写在书里。他想逃，逃不掉。他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逃不掉。他不想当名人，他当了。他不想被人研究大脑，他被人研究了。他不想搞原子弹，原子弹搞出来了。他想做的那几件事反而没有做完。统一场论想了几十年没有想出来。他晚年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，你怕不怕死？他说不怕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，我知道了一些以前没有人知道的东西，我把它们写下来了，以后会有人接着做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，他没有遗憾，他把他能做的那部分做了。爱因斯坦死后好几年，有一个记者去普林斯顿，想看看他住过的办公室。办公室还在，书桌还在，椅子还在，黑板上还有他写的公式，没有人擦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张空椅子上。记者站了很久，写了一句话：他不在了，但光还在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我们这些凡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。你好奇了，你就会去看，你看了，你就会去想，你想了，你就有可能知道，知道了一点点，你就想再多知道一点点，永远没有尽头。但没关系，尽头不重要，走路才重要。他走了一辈子路，从德国走到瑞士，从瑞士走到捷克，从捷克走到德国，从德国走到美国。他走过很多地方，但那些地方都是地图上的点。他真正走的不是地上的路，他走的是时间里的路。他把时间走通了。我们现在知道 GPS 要校准相对论效应，不然一天会错10几公里。我们知道黑洞周围的时空是扭曲的，我们知道引力波可以穿越宇宙。这些知识都从他那张小小的办公桌开始。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用几年时间改变了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有一个记者问他，你觉得你的相对论能被多少人理解？他说，全世界大概只有12个人。记者笑了。爱因斯坦说，但这就够了，12个人懂了，他们可以交给另外12个人，那另外12个人再交给另外12个人，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知道。他现在说的对不对？你去问一个高中生，什么是E等于mc的平方，高中生会告诉你，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。他可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，但他知道这个公式。爱因斯坦要的就是这个，他不要求每个人都懂，他只要求每个人都知道，知道就够了，知道了就会有人去懂。爱因斯坦死前说了一句话，德语，护士没听清，他没有记下来，那句话就这么丢了。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。有人说他说的是我完成了，有人说他说的是光，谁也不知道。但如果你问我，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还是不对。他这辈子一直在说这句话，写了一个公式，看看不对，擦了重写，写完了再看看还是不对。他写了一辈子，擦了一辈子，他最后那个公式没有写完，但没关系，他不在了，会有人接着写。下一个爱因斯坦可能现在还没有出生，但他早晚会来的。最后一个画面，普林斯顿的办公室，夜里没有人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把旧椅子上，椅背上挂着一件旧毛衣，桌上摊开着一本笔记本，风吹动窗帘，翻了一页纸，那页纸上写着半行公式，最后的那个等号后面什么都没有。晚安。